我让江聪带人送你回去，你今天晚上就住我这里。我和我四哥说好了，晚上过去。刚好江聪跟我去，我让他把做好的口纸给你带过来，你看看怎么样？若是可以，就把我们商议好的口纸盒子送过去。好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慢慢一起做了，到时候草堂书色就都是你做的东西。行。一大早，袁威和江聪就来了。这瓶子不止500个，是1200个，不过你这次只用装够500瓶就好了。好，我家有个账房，回头我让他入账做好，到时候给你看。你家有个账房？就你上次见到的唐早的父亲。别忘了给我准备吃的。好。袁威把甘草送到城外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看着甘草的马车走远，袁威的眼睛眯了一下。潘傲海看着甘草离开，知道甘草是和袁小姐合作，这样他来偿还也说得过去。只是袁小姐一旦过问这件事就可能传到京城。还没到虎头庄，马车突然停下了。甘夫人，路上有个人。甘草看前面空荡荡的，哪儿有什么人？江聪走了过去，甘草才看到是躺着一个人。死了。甘草看那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把他搬到车上。这路边遇到的人还受这么重的伤，万一是什么歹人。我不能见死不救。长环这一带有很多的武林高手吗？没听说过，不过我跟着小姐到长环没多长时间。甘草恍然想，这段时间他先遇到了林寒，那天遇到了莫幽，现在又在路边捡了一个。到了虎头庄，江聪打算再租一辆马车，总不能让甘大夫一直坐在车前面。楚林寒看到江聪送甘草，还2辆车，不是只把甘草送到这里的样子，就戴了帷帽走到甘草一边。怎么回事？刚好袁小姐给我送瓶子，江聪顺便把我送回去。好，我跟在你们后面。在虎头庄租了一辆马车，他们一行人又上路。晚上到驿站的时候，路上救的人醒了，姬无懈警惕地看着周围的人。你受了很重的内伤，一会儿我给你熬药，等你能走了就自己走。姬无懈听甘草这样说，打量着他，好像是怀疑甘草说的话。难道又是个哑巴？甘草嘀咕了一声。可是驿站没有药铺。江聪提醒。没事儿。甘草出去了，驿站没有药铺，但是他马车上带了很多药，也能凑够几副药。楚林寒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一边。吓死我了！你晚上怎么睡？那个人是谁？不知道，不过他武功挺高。先前是浮云山的墨家，如今又出现一个高手，难道都和假药的事有关？他本是奉命查假药的事，潘傲海是他的随从，谁知道潘傲海早就是三皇子的人，不但对他下毒，如今还要赶尽杀绝。你小心一点。他现在伤得不能动，你放心。2个人没说多长时间，楚林寒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好了，找个人守着他，他要是醒了就叫我。是。半夜的时候，姬无懈醒了，甘草被叫了起来。能吃东西吗？是你救了我。对啊，我叫甘草，你叫什么？无懈。姬无懈下意识地去掉了自己的姓。自己虽然死里逃生，但是不知道他师兄会不会放过他，他还是谨慎一点好。你能吃东西不能？好像能。袁家的大旗多少有点用处，再说他们又没什么贵重的东西，那些山匪不至于冒险。就这样顺顺利利地回了秋水寨。唐叔，帮我把这些瓶子都入账，以后单独做个账本。好嘞。严三尺看甘草开开心心的，知道事情肯定是成了。你这丫头门路不少，听马婷说你在县太爷面前都是坐着。我那是狐假虎威。甘草笑着说，马地主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大的亏。昨天衙门里来人了，但是钱大夫和江里正还没回来。看来这于大人是真的被吓怕了。你到底认识什么大人物？严三尺不解。就那个袁小姐，
来头不小。那可要好好谢谢人家。甘草自然知道，这次的人情欠下了，回头肯定要赴汤蹈火。这是谁？严三尺看唐早扶着姬无谢进院子，路上捡的。甘草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严三尺打量了一下姬无谢，偷偷地把甘草拉到一边。你看他眉宇之间充满贵气，不像是普通人，小心惹祸上身。等他好了就让他离开。哦，对了，江家送了一车药草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价。他说等你回来再说。药材呢？在侧院。老爷，马营带着宋长丽进来。宋长丽来了。马老爷，如今马仙娘子有孕，马仙也不出来了，你拿着这些钱带兄弟们吃点好的。多谢马老爷，兄弟们一定会感念老爷的恩德的。你好好做事，本老爷不会亏待你。是。宋长丽知道马地主这是想扶持他，他以后不用听马仙的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宋长丽美滋滋地走了，马勇眼底一片阴沉。老爷，那姑爷让他们和离。楚凌寒一路风餐露宿，身体又弱了几分。晚上甘草立马给他准备药浴。你傻呀，你戴着围帽，他们又认不出你。那为何你能认出我？认出你很难吗？楚凌寒无语了。可能我认识你的时候不是靠脸记住你的。甘草试了一下水温。你先泡着，我去给无谢煎药。煎药不是唐早的事吗？他现在用的药要求比较严格，我要看汤色，过2天就让唐早煎。楚凌寒看着甘草离开，想他是不是对谁都这么好？甘草不是对谁都很好，只是对诊治病患都很严谨。结果楚凌寒今天异常的暴躁，一会儿叫着水热了，一会儿叫着水凉了，甘草屋里屋外不停地跑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觉得身体忽冷忽热的，可能影响了对水温的判断。是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我在你身边煎药，你的水温应该就好了。楚凌寒无语，怎么说的他是没事找事一样。对了，我去长环的时候见到江长胜了，玉花堂卖的养荣汤里用的龙眼就是龙力。也许养荣汤里本就是龙力入药。你想什么呢？养荣汤是养生的汤药，并不是什么治病的药，里面加了毒药。你觉得这样说得过去吗？可能是方剂特殊。这就简单了，只要找到养荣汤的方子，如果上面写的是龙眼，结果用了龙力，那就是用假药。那如果对方说用错了呢？用错了还有理了，出这么大的纰漏，先关了再说。楚凌寒想自己怎么没想到，而且养荣汤是作为固定方剂买的，应该公布成分。那些秘方药铺是不会公布的。一个方剂除了药草还有用量，用量才是关键，所以公布成分没什么。再说了，这种中药包回去拆开包用的什么，用量是多少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楚凌寒表示只有你能清清楚楚，别人连是什么药材都不认识。就算普通人不专业，不知道这些东西，但也有专业的人可以探讨，而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？这不是常识吗？那你觉得药草业行应该怎么管制？只要制定标准就好，但凡已成药，流通就要公布成分，这样就有据可查。药草要有专门的标志，有据可依，方可定真假。就拿之前的银铃藤来说，银铃藤是真的，但是煮过之后没什么药效的，你怎么说它假？还有养荣汤里的龙力，养荣汤如果没有说用的是龙眼，你怎么说用龙力不对？怎么了？你水不凉？甘草这么一说，楚凌寒立马觉得水冷了。不冷，你先去忙。嘘。甘草看凌寒装的那么假，就让他冻着吧。甘草一走，楚凌寒立马从浴桶里跳了出来，想事情想得入神，竟然没发现水凉了。
甘草没搭理他，直接去给吴谢送药。楚凌寒感觉自己被忽略了。你为什么救我？那就要问你为什么刚好躺在我回来的路上了。多谢。你有钱吗？你要是有钱付诊金和药钱就好，我是个大夫嘛。我现在身上没钱。逗你呢，自己把药喝了。甘草说完就走。等他到前院的时候，楚凌寒已经换好了衣服。那个人要在我们家多长时间？再有3天就能下床了，大概10天左右，他想走就可以走了。你怎么突然关心起他了？楚凌寒怎么可能关心吴谢，就是不想他在他们家。问问。要不你直接去问他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早起，甘草在吃饭，唐早给他说这几天家里发生的事情。草儿，快看！甘草看了过去，杨一丈能自己走路了，怪不得严三尺这么开心。等会儿我去检查一下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？严姐姐回家还有事？是倒没事儿，但是一直在你们这里住着也不是事儿啊。我这段时间事多，严姐姐在这里住着，刚好给我看着，我也省了不少事。我是想等杨大哥车底好了再走。也不用，还是等车底好了。这断骨再续，如果不好彻底，出了问题以后就再也治不好了。多谢。那你歇着，我去帮草收拾那些药草。甘草知道严三尺想问他事，就和严三尺一起出去。你是不是担心马地主会对我们不利？总要防着点。以我对马勇那个人的了解，他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表面上不可能做什么，但是肯定会报复，所以才要防着点。严姐姐也要谨慎。你这丫头太实诚，真担心别人说点什么好话，你就对人掏心掏肺了。我是实诚，又不是傻。看完杨一丈的情况，甘草去看他奶奶。结果一到家门口，就看到一群人围在他们家门口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爹，头儿啊，你快进去看看你奶奶。你们甘家人不给我们一个说法，房子别想继续盖了。对，我们把你们甘家的房子给推了，大伙说是不是？是。这乱糟糟的，甘草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先进院子看他奶奶。草，怎么了？甘草看他大嫂和三姐都愁眉苦脸的。就是这少和草说什么？奶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哥和二哥呢？你回来了就好好在家待着，没你什么事儿。到底怎么了？我回来了，我肯定会知道。你们有必要瞒着我吗？就是那房子，不知道谁在大梁上倒了油。今天他们去修房子的时候，泽庄的断垒从上面摔下来了，这事儿就赖到我们身上了。人怎么样？人被泽庄的人带走了。也就是说，人还活着？谁知道呢？带走的时候全都是血。怎么不找大夫？唉，我们这一代只有孙大夫。自从出了李家的事之后，他都不敢去找孙大夫了。那他们现在要干嘛？他们要我们甘家说清楚房梁上的油是怎么回事。现在是说油的时候吗？甘草说着就出去。大家冷静一下，我们甘家会在自家的房梁上倒油？我们能做出这样的事吗？楚红站在前面，他是修甘家房子的大工匠。是你们村人说你们要用人命计量，我们甘家怎么可能做活人计量这种事啊？他已经给这些人解释很多次了，但是这些人就是不相信。那谁知道啊？你们甘家刚走水就盖这么大的房子，那钱来路正不正都不知道。你们村人都这样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如今你们围在这里也不是事，我现在去泽庄看受伤的人是什么情况，然后再查清楚房梁上的油是怎么回事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你们跑了怎么办呢？你们是严大梅找来的，严大梅现在就在我家，我以我们家村口的房子作保。草儿啊，那是人家林家的房子，我们又不会跑，担心这个做什么？我和你去见严大梅。好，不管你们愿意留在这里还是跟着我去林家都
都不能再闹事。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煽风点火，那就是别有意图。甘草这话一出，众人齐齐地回头看着后面的李四娃。你们看我做什么呀？甘家要是没有邪门歪道，那哪来的钱修房子呀？他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今天早上一出事就出现了。走吧。几个人跟着他去林家。严三尺看甘草出去没一会儿，就带着一群人回来。楚师傅，甘家的活干完了？哎，出事了。严姐姐收拾一下，我们去泽庄一趟。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做了这么多年的泥瓦匠，遇到过这么实在的主家没有？这倒是真没有，就天天有肉这一点，连马蹄主家都不会有啊。他们甘家被秋水寨里正排挤，不知道多少人想陷害他们，你们还跟着起哄。楚师傅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今天一开始干活，我让段磊上梁上支个东西，他一上去就摔下来。我们一看房梁上有油，还好奇房梁上为什么会有油啊。这个时候那个李四娃神神秘秘的过来，说是甘家祭梁，他还看到甘家买了好多香烛在家。我一问，你们家还真买了很多香烛，就觉得是你们家故意的。祭梁是什么？祭梁就是祭祀横梁，普通人家烧个香烛，有钱人家呢献祭3处，更有钱的献祭活人。什么？唉，这种人家都是用歪门邪道，当然不敢明目张胆的献祭，就弄出点意外，让人死在正在修的房子里，然后找人把魂给镇在那儿，这样就可以保他们一家富贵。楚红在一边点头。他们做这个行当，虽然不说，但是有些东西是就是那么一回事。这些是普通人家的勾当，若是达官显贵都是直接祭的，还找人做法。若是修大桥建大宫殿，都会填一些人进去，说这样可以保工程顺利。甘草觉得这种事情很矛盾，一方面他们怕冤魂，一方面又制造冤魂，觉得会带来富贵。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还真是怎么编排都可以。加上你们甘家这段时间的确不同，所以他那么一说，我就相信了。这个不怪楚师傅，那泽庄的人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带的人里啊，本来就有几个是泽庄的，听到李四娃那样说，觉得段磊留在甘家肯定会被甘家人给害死，就把他给抬走了。如果受伤严重，被他们这一抬走肯定没命了。你放心，你大哥和二哥也跟着去了。操，是不是有人要害你们家？那个李四娃是我们村的一个混混，无利不起早，今天这么精神的在村子里叫，肯定不正常。那个李四娃天天去蹭饭，他脸皮厚，你娘也不好不给。刚到泽庄门口，就看到段高山带着一群人出村，马车挡在那里，众人也纷纷停下。你们甘家就让你来了。段磊现在怎么样？都是你们甘家做的好事，还有脸问怎么样？我侄子要真没命了，你们甘家以后也别想好过。那就是还有命。甘草松了一口气。我是大夫，我现在去治好他。至于这件事，我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他肯定是去杀段磊的，不能让他去。我凭什么信你？这里是你们的地盘，我们就这几个人，如果段磊的性命不保，任凭你们处置。楚红也从马上下来。大家伙都冷静一下，这件事可能真的另有隐情，先救人要紧呐。你们这样拦着不让救人，是不是你们心里有鬼？你说什么话呢？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只要段磊能好好活着，那么你们异色甘家的事就不攻自破。难道你们想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侄子要是不能像正常人一样，以后你们甘家负责。我负责。听到甘草这么保证，一群人簇拥着甘草去了段磊家。把他抬出来，屋里太暗。众人把段磊抬了出来，他按了按段磊一边，段磊痛得惨叫起来。谁家有烈酒？我家有。拿2坛过来。
好。甘草检查段磊的情况，外伤并不严重，冲击造成了一定的内伤，还有几处骨折。来了，再给他拿一套衣服。他哪有别的衣服啊？我去给他拿一套我的。段高山说着又回家了。等段磊换了衣服，伤口都包扎好，看起来也没那么吓人了。我一会儿把他要用的药送来，你们谁负责照顾他？现在虽然过了农忙，但是谁家都是一堆的事，实在没时间。他在你家摔的，理应你家人照顾。对啊，你不是说你负责吗？现在怎么让我们村的人照顾了？是这样的，你们怀疑我会对段磊不利，那么我们来照顾他，你们会不相信？之前的确有这样的误会，不过你把段磊治得这么好，我们相信你。那我要是把段磊带走照顾呢？众人又有些不愿意了。他们希望的是甘草负责在泽庄照顾段磊。你们家有事，我们家也是一大堆的事，不如这样，我把段磊带走，你们村每天去看看，这样多放心。众人相互看了看，觉得可以。大哥二哥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小伤。你是小妹，家里一出事还得让你来。我能处理这个事儿，我来很正常。到底是谁和我们甘家过不去，做这么缺德的事？你们之前怎么不跟我说李四娃天天去蹭饭？那李四娃谁都不愿意招惹，给狗吃的算了。给狗吃的就算了，你是把他的胆儿给养肥了。甘荣和甘茂不敢说话。大哥，你知不知道谁家的狗出了名的鼻子灵？就生元堡那只母狗，哼，有名的鼻子灵。那你去找人家出点钱，让人家的狗帮咱们找个人。找谁啊？大哥去把狗找来就行。甘草也不解释。行。二哥，听我的，不要让人发现了。好。甘茂觉得他小妹肯定有用意。楚凌寒看了甘草一眼，大概知道了他的打算。这丫头一旦用起脑子来，就没别人什么事了。本来觉得林家大了空落，这一个一个病人安排进来，心想幸亏这么大。我不在村里这几天，村里就没发生什么事。你不在这几天可热闹了。发生什么了？之前因为你，李家一定要把李小翠嫁到苏家，后来因为苏家那女儿是使女的事，苏家又埋怨起李家，两家人闹了2天，苏小跑了。跑了？跑哪儿了？哎呦，谁知道呢？这使女的名声传开了，也没人会娶她，估计是不想在这里受人白眼。甘草想想也是，世人套在女子身上这把锁，对谁来说都不好受。不光跑了，还把苏家的银子都卷走了。那可是苏沐安读书的银子。然后呢？然后苏家那许氏就天天到李家闹，还让李家还钱，诅咒李小翠嫁不出去。你说这样一个人家是怎么出了一个秀才的？甘草也不知道，只能说祖坟冒青烟，还说自家儿子就是打光棍都不会娶李小翠。李小翠是个水性杨花的，不知道和多少男人勾搭。总之李小翠的名声也毁了。甘草无语了。我听说那李小翠还差点上吊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这让别人觉得李小翠是羞愧难当，无颜再见人，就一死了之了。难道不是以死明志？一个小丫头片子有什么好明智的？总之是闹得挺厉害，要不是你们甘家今天出事，估计他们两家还闹呢。甘草听完慢慢的点头。他想李小翠不会把这件事算到他的头上吧。你们村没见日子过得多好，吵架这件事估计不会输。都是一群窝里横的，回头指不定拉着外村的人欺负自己村的人。那你打算怎么找凶手？严姐姐在家看着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你要去干嘛呀？找我梁上倒油的人。甘草说着出门。堂嫂，按时做饭，晚上别忘了给吴邪煎药。是。楚凌寒跟着甘草出门。我走一步你跟一步，怕我跑了不成？你腿短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都开始嫌弃我了。
两个人玩闹着，甘茂快速地跑了过来。小妹，拿到了。走。楚红已经到了甘家，段磊没事，那之前对甘家的猜测就不攻自破。奶奶，墨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泽庄的人打你了？我没事。娘，先说正事儿。你二哥都成。先说正事儿。草儿，那个段磊怎么样啊？伤得并不严重，就是有几处骨折，要养一段时间。人没事就好。我们正商量着这事儿是谁干的。楚师傅一直在那边，觉得是谁干的？我带的那些人呢，都是外村人。你们家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肯定不会做这种缺德的事啊。那有没有可能是有人针对段磊？不可能，今天是我随机叫的段磊，没人知道我会让谁上去。甘草看着楚红，这出事儿我也有责任，我肯定不想自己修的房子出事啊。我不是怀疑楚师傅，那李四娃每天都去吗？是，每天都是快到饭点的时候去，搬几块砖头瓦片就要去吃饭，吃了饭就走。那今天呢？今天，楚红想了一下，今天出事的时候他就在，还是他叫着你们甘家突然富贵了，不知道做了什么阿杂事，不然我们也想不到计量这一茬啊。难道说……众人相互看了看，如此说来，这个李四娃的嫌疑的确很大。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可没少他一顿饭。有些人的胆子就是被喂大的。草儿，你觉得这件事儿和李四娃有关吗？今天我来的时候，李四娃不停在外面拱火，谁不知道他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。现在听你们这样说，那李四娃最近在我们家蹭吃蹭喝，应该过得很滋润。可是我今天早上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眼底发黑，显然是没睡好，可是人却十分亢奋。甘草分析。听甘草这样说，众人更加觉得那个李四娃嫌疑大，可是实在想不出来李四娃为什么要这样做。这个时候外面传来狗叫声，甘荣带着一个人进来。草儿，狗找来了。胡说，这狗能闻气味找东西吗？我这狗十里八乡出名的，每次下崽子别人都抢着要。那一会儿请胡叔叔帮忙找一下。那得有那东西的气味。好，我们一起去找李正，就说往房梁上倒油的人掉了东西在那里，但是不是那些匠人的东西要在我们村里找。胡大成牵着他的狗，觉得肯定是大事。行，只要能找到凶手，我也不怕得罪你们李正。一群人出了甘家，甘草却落在最后。有事让我做。我相公怎么这么聪明呢？一会儿我们去李正家，如果李小翠出门，你就跟着李小翠；他若是直接出村，你就把他带回来。如果他去找了李四娃，让李四娃离开，你就把李四娃带回来。你自己小心。你放心。很快，一行人就去李张家了。你们做什么啊？李张，出来！怎么，你们甘家来我家炫威风来了？李张，以前村子的人修房子，哪次我们甘家人没去啊？这次我们家修房子给钱，你都不让村里的人去。这些事情就算了，这次我们甘家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泽庄的人把我家老大跟老二打成这样，你还装看不见？你们甘家差点把人给害死了，我没带着你们去赔罪就不错了，还让我为你们甘家出头。就上次你们家甘草的事情，还不够丢人的吗？那是你女儿丢人丢大了吧？柳氏嘲讽，说你们家的事儿怎么扯到我女儿身上了？你们来这么多人想干嘛呀？段磊已经没事了，这件事和甘家没关系。我们那些匠人都是外村的，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这事是我们村的人做的？是不是你们村的人做的，找找就知道了。在梁上倒油的人掉了东西在那里，我们找来了狗闻过了，
如果盗油的真是你们村的人，狗肯定会找到。李章低头看胡大成牵着的狗，一只畜生能做什么呀？我家这狗10里8乡都出名，马地主花10两银子我都不卖。胡大成急了，说别的行，说他家的狗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好啊，那就让你的狗找一找，要是找不到，甘家就得给村里一个交代。你想让我们甘家给秋水寨什么交代？既然你们家觉得秋水寨的人要害你们，你们也不用在秋水寨了，这秋水寨也容不下你们。好，不过找到了人，得由我们甘家处理，村里不能过问。行。李章一口答应，当即他连饭都顾不上吃，拿着铜锣把村里的人都召集到一起。大家都知道甘家的新房子出事儿了，他家说是村里有人往他家的房梁上倒油，还找来了狗来闻了。大伙儿都让狗闻闻，让人家看看是谁。你们甘家是什么意思啊？谁会做那缺德的事啊？是，谁做的就让谁断子绝孙。谁知道是不是你们甘家自己有什么想法？你们这里但凡这些年有修房子的，哪一家我们甘家没有帮忙啊？轮到我们家修房子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说的？不少人闭嘴了。如今这事已经出了，就是确定一下是谁，也省得一个村的有了芥蒂。甘泉环视着他们，你们怕什么？谁怕了？赶紧让他畜生闻，我们都还没吃饭呢。甘草意外地看着他爹。他爹以前不怎么说话，家里大多事都是他奶奶做主，没想到他爹在外面也能成起事。对，赶紧的。有人不耐烦地说。胡说，辛苦你了。胡大成也有些不开心，当即让他家狗子闻了闻那块布，然后开始在人群里走。甘草看到李小翠也在，嘴角还有些得意，看来这件事真和他有关。一圈下来，那狗没在任何人身边停留。胡大成牵着狗到甘泉身边摇头。我就说了，怎么可能是我们秋水寨的人呢？甘泉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还有一个人。楚林寒拎着李四娃过来。看到李四娃，李小翠的脸色苍白。胡说，麻烦了。胡大成牵着狗过去，刚到李四娃身边，那狗就狂叫了起来。秋水寨的人吸了一口冷气。就是他，一个畜生也能相信？先前可是以李正的名义把这狗从胡家家里叫来的，现在说不信了。说，你为何要往我家房梁上倒油的？我……李四娃看向李小翠。你可不要胡说。他会胡说什么？刚才我去你家的时候，你偷偷的溜了出去找李四娃，之后你到这里，他就出村子。小翠，我是担心四叔被诬陷，他天天去甘家蹭饭，万一甘家找他当替死鬼怎么办？是吗？楚林寒一脚踩在李四娃的小腿上。我说，是李小翠让我在甘家的房梁上倒油的，她说事成之后给我找个媳妇儿。他胡说，他就是一个混混，他的话不能信。我没胡说，先前他还说帮我把甘草骗到月亮地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甘家就只能把甘草嫁给我了。后来呢？楚林寒脚上用力。后来我在那里等了半夜都不见人，他才不能相信呢。李小翠，你一直说我们是好朋友，是你让我帮你约莫安哥哥的，你明明知道我也喜欢莫安哥哥。你喜欢茅坑，不能认为别人都要跟你抢吧？你一直说带我去苏家玩，其实是你想去苏家玩，可惜我以前还真以为你是我朋友。秋水寨每个人的八卦之心都是扑通扑通的跳，他们村竟然还有这么多八卦，长见识了，长见识了。那油还是他给我的，我家里连灶台都没有，哪儿来的油啊？
小翠，到底是不是你？他们甘家活该，要不是他家，我肯定能嫁到苏家。现在穆安哥哥不可能娶我了。他说完，转身就跑。李正，现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你们甘家想怎么样？首先，那大梁出过事，我们甘家肯定不能用了。换大梁的钱，李正要全出。其次，泽庄的段磊受伤，治伤的钱也要全出。你们甘家那么大的房子，是想坑我们李家？不然就按之前约定的，人给我们甘家处理，泽庄那边还等着我们给个交代呢。油是李四娃倒的，他任凭你们处置。可是主使是你女儿，谁办案也不可能放过主使去处理从犯。不就是要钱吗？给！什么叫不就是要钱吗？段磊差点没命，我2个儿子都被打成这样。如果李正做不到公正，那咱们去县衙走一趟。秋水寨的人没人说话，这件事的确是李正的不对。你少拿去衙门吓唬我！李章硬着脖子说：“这不是谁吓唬谁，咱们一个村的，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。理应李正赔偿的，多出1文我都不会要。”好，该赔的我1文都不会少。大家散了吧。他这样说话，众人却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多谢乡亲们来做个见证，回头啊，我家的房子修好了，定设宴款待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哪个村子也不能有这样的人。是，谁知道以后会祸害谁家呢？那这个李四娃怎么办？你们兄弟俩把他送到泽庄，给泽庄李正说明一下情况。别呀，咱们一个村的，再说真不是我故意的，都是被李小翠蛊惑的。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众人准备回家。草儿，你过来。奶奶，柳氏带着甘草回家。你给我老实说，李四娃说那事儿是怎么回事啊？想想有那么几天你是不正常，还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。我真去了。甘草只能这样说。什么？不过奶奶放心，我当时藏起来了。见到去的是李四娃被吓到了，那几天不敢出门，是怕遇到李四娃。我也是那个时候看清楚了李小翠和李四娃，心想三姐过得不好，我应该做点什么。只要你没事就行。回头啊，你和凌寒解释一下，他是个男人，在意这个。好，那你赶紧的回去吧。今天这么多事儿，你也累了，注意点身体。甘草离开甘家，楚凌寒在门口等着。你怎么不进去？他家人看我的目光很尴尬。知道我被李小翠骗出去过，他们面对你的时候是挺尴尬的。那你……楚凌寒不知道怎么问。孩子不是他的。你这么直接合适吗？我也不知道孩子他爹是谁啊。要是让我知道了是谁，怎么样？闹心。闹心？楚凌寒没想到会是这个回答。为什么？举个例子吧，你正在兴致勃勃地听别人说家长里短，结果发现那些人说的竟然是自己，尴尬不？那要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。甘草觉得这个不重要。严三池已经知道了结果，简直是大快人心。哎，草真是神了。都是一个村的，一出事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们这个李小翠可真了不得，可能要嫁不出去了。自作孽不可活。对。夜深沉，月亮堤那里传来异常的喘息声。翠儿，没想到你为我能做到这一步。为了穆安哥哥，我什么都能做。严三池收拾好前面也过来。13里8那块地已经是你的了，你不去看看？家里都是事儿。甘草也想去看看。你这摊子越来越大，就没想过找几个长工？有合适的再说，现在这些事情别人也不能做。我爹可以去给夫人看地。真的？是，以前在马家的时候，我爹就会去给马地主看地。
就是让你爹一个人去，我不放心。我看那个曲晓很听你的话，不如让他来当你家的长工，也算是给他一条正路。你这说的，我回头得谢谢他。那小子机灵，放在我家是大材小用了。有一个人，唐早提议。谁？田大力。你可养不起。怎么养不起？那可是五华镇出了名的大力王，超能吃。8岁的时候，因为他太能吃了，他爹娘没办法，带着他哥哥姐姐跑了。后来马地主觉得他有趣，就让他在马家做了长工，吃东西举10年给别人看。等到他再长大一点，可能马地主也养不起了，就让他离开。唉，严三尺叹气。不是马地主养不起了，是他自己要离开。他刚去马地主家的时候还小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要有吃的就行。后来长大了，知道马地主只是把他当玩物，不听话就饿着他，他就离开马地主了。那他现在做什么呢？他现在给人当短工，他力气大，好几个人干不了的事他一个人就行，然后就去打猎，听说一顿能吃半头猪。但是他力气很大，五华镇没人敢惹他。这个倒是真的。不过你可要想好了，他一个人吃的可能比现在家里所有人加起来吃的都多。甘草认真地想了起来。其实他想找一个习武的，就像林寒那种很厉害的。林寒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能动武，家里的确需要一个能镇得住人的。枣儿，那你去找找他，问他愿不愿意来咱们家当护院，饭管够，工钱另说。好。唐早一口应下。煎好药，甘草给林寒端去。我想雇个护院。怎么突然想雇个护院？楚林寒想，自己这是被嫌弃了吗？我们拿到了13里坝的地，以后肯定要频繁往来，咱俩肯定不行。唐叔可以去，可是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。雇个护院的话，就让护院陪着唐叔去。好。楚林寒点头。就这么定了。暑间越来越冷，他来了也能去砍柴，等我们需要进山的时候也多个帮手。楚林寒点头，看向窗外，的确是到冬天了。上午段高山亲自来了，看到段磊的确没事，而且已经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。你小子倒是因祸得福了，你长这么大住过这么好的房子没啊？叔，甘家挺好的。甘家是挺好的，可惜他们家得罪了他们村的李正，这次更是把李正都给得罪死了。他们家有一个读书人，校试考中了秀才，不就没人敢欺负他们了吗？秀才是那么好考的？你说你从小不好好种地，想着做这个做那个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等你好了，你攒的那些钱拿出来，我看看村里哪个地方的地便宜，再赊一点，你也置办点地，说不定还能找个媳妇儿。段磊听他叔这样说，低头。唐叔和田大力回来的时候，唐叔脸上有几道血印。爹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。谁把你的脸抓成这样了？13里坝的李正、江正浩怎么还没回来？不知道。可惜他们家人说是因为你，江正浩被丢到牢里，可能还会流放。严姐姐。什么事儿？严姐姐明天回镇上一趟，看看马家现在怎么样，钱大富回来了没有？好。唐叔你说。江家人说了，如果江正浩不回来，你就算买了13里坝的地，也别想种。我估计马家是把这件事情都推到了江正浩身上了，然后又告诉江家人是因为我。唐全点头。本来还指望13里坝的村民给我种地，暂时别想了。你可以雇佃户。对，只是夫人买的滩地都是荒地，应该没有佃户愿意种。13里坝有多少佃户？据我所知，13里坝只有10几户佃户，而且种的都是清河的地。麻烦唐叔再走一趟，问他们1年的收益是多少，我可以给他们更高的工钱。佃户的日子苦，
没有自己的地，若是年景好了还能吃饱，若是年景不好，要给地主交的粮都不够，甚至要落得卖儿卖女。那堂叔算一下，1年佃户1年多少钱够生计？只要他们愿意按照我的要求种那些滩地，按照他们的生计双倍给他们。可是江家人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把江家的事详细给堂叔说一下，堂叔明天去的时候给13里坝的人说清楚。唐泉点头，听甘草说了过程，唐泉也十分意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于大人是什么态度？自然是严查。如果是这样，事情就简单了。甘草觉得不简单。好，我从姜温家带回来不少药材，搬到侧院去。本来想让严三尺明天去镇上看看是怎么回事，结果他们刚吃了饭，马仙和何氏就来了。甘神医，你到长环到底惹了多大的事儿啊？我没惹事啊。你没惹事儿，那镇上怎么来了那么多官差？马地主那么干脆的让马婷和宋旦和离了？哦，官府可能是来查宋旦挂免赋税田地的事儿，还有江正浩低价卖朝廷田产的事儿。这还是没事儿？何氏都傻眼了，这甘神医的心得有多大？而且马地主如今开始扶持宋成立了，我们家马仙和你走得近，被马地主提防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什么好事啊？回头宋长立在五华镇做大，会放过我们吗？何氏知道其中的厉害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才来找你。马仙之前在镇上那么有威望，不可能那么快就被人替代。哼，你太看得起他了。他们那些人本来就是混混，有奶就是娘。如今宋长立天天带着他们吃香的喝辣的，他们早就把我们家马仙给忘了。要不让他改邪归正，以后做个好人。那他靠什么吃饭？如今是你找我解决问题，这本来就是你们的事，你还一直说各种困难，让我说什么？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何氏也是着急。你连田大力都雇佣了，这不能给我们家马仙找点事做？那你早说嘛。我家是有点积蓄，但是没有田产呀。如今断了和马地主的关系，以后就没进项了。你倒是还会过日子。我们都是普通人家，都得瞻前顾后，精打细算的。你们想不想去13里坝管理佃户？13里坝，何氏为难。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连佃户都不种自己村里的地。我买了那个村子的地，如今要雇佣村里的佃户，缺个人去管理。你们要是愿意就可以去。1年多少钱？多少你能接受？甘草看着何氏，怎么也得5两吧。行。如今13里坝的人闹事，他也刚好需要马仙这样的人。那我们回去收拾东西，明天就去13里坝。甘草把何氏他们送到门口，严三尺也跟了过来。你答应了他们夫妻俩什么？何氏来找我给马些事做，我让他们去13里坝管理佃户，他们竟然非常开心。估计是怕了。怕什么？他和马婷走得近，上次也是他直接告诉马婷怎么扳倒宋旦，可能是担心马地主找他们事儿。哦，我倒把他们给忘了，竟然又和我有关。和你有关，却不是因为你。所有人都错了，就没有人敢做对的事。那明天严姐姐就不用去镇上了。潘傲海和于大人在房间里谈话。这户籍统计去年才做过，按照朝廷的法度，若有特殊情况，朝廷可以随时进行统计。是这样的，没错。可是，一个小小的五华镇都敢在田亩上造假，那长环还有多少漏洞？这次统计彻底的弄清楚长环的田亩和壮丁，对于大人来说也是功绩。是。五华镇由我派的人去。潘傲海说完就走。于大人头大，他知道潘傲海一直在找人，可是找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点音讯都没有。第3天，
马仙和严三尺就赶车去长环了。他们出发这一天开始下蒙蒙雨了，天异常的冷。早知道这样，就不让他们这个时候去了。也是好事。好事？阴雨天劫匪都不出门。我这去了几次长环，也没遇到劫匪。有时候不是夫人没遇到，是那些劫匪觉得没有水，就没出现。甘草无语了，他这是没被劫匪看上？那些劫匪能在这一带盘踞这么多年，也不是什么人都劫，没有水的不劫，不敢动的不劫，也就是劫一些小商贩，有些有水，又没什么势力。甘草恍然，劫匪也有属于劫匪的生存法则。我见过他们。长得怎么样？是不是那种刀疤脸、大光头？和普通人没两样，对马地主还很客气。形象不行，扣分。晚上的时候，雨下得大了一些。你说九叶虎角莲，真的必须等到夏天？而且要在花开一瞬的时候。那种东西若是随随便便就能踩到，我也不会。甘草想，自己在那个世界怕是连渣渣都不剩了。不会什么？不会一直拖着。我去睡了。因为下雨，院子里的人都睡得比较早。唐早伺候甘草睡下，也去睡觉了。半夜的时候，门外响起了轻微的敲门声。田大力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过了一会儿还有，他就到门口看了看。一个身形单薄的女子趴在他们家门口，已经昏死过去了。田大力把她拎进来，先把唐早叫醒了。唐早看人昏迷，只好把夫人也叫醒了。去烧水，先喂她喝点蜂蜜水。甘草看着躺在床上的女子，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女子。等给这女子用热水泡了，喂了蜂蜜，又灌了姜汤，她才慢慢的转醒。姑娘别怕，是我家小姐救了你。谢谢你们。叫什么？曲宁，您怎么称呼？这就是我家夫人。多谢夫人救命之恩。你是又累又昏又冷才昏过去的，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多谢。我是大夫，你倒在我家门口，我救你是应该的。好了就走吧。我已经无处可去，求夫人收留我。你会做什么？我会做衣服。你为什么会流落到这里？我家开了个绣楼，有歹人看中我家的绣技，陷害我家入狱。刚好那天我不在家，就逃了出来。如今真没地方可以去。明天再说。早上甘草起床，曲宁已经站在甘草屋门口了。恢复得这么好，求夫人收留我。你都会做什么衣服？我什么衣服都会做，自织刺绣都会。养蚕织布呢？会，只是我知道怎么做，我自己并不是很熟练。会就行，不用熟练。甘草开心了，他奶奶要养蚕，到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人才。我这里有一些水貂皮，你来看看做什么好。因为曲宁来了，甘草去堂屋和林寒一起吃早饭。你要把他留下来。以后家里的事越来越多，堂嫂一个人也忙不过来，而且奶奶想重新养蚕，她会养蚕织布，到时候你不想让她在这里，就送到奶奶那边。你都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头，就都留下。没那么想知道。楚林寒无语了。人这一生能有几个认识了就能一直走到头，大部分都是陪着走一段，就像我治好的病人会离开一样。你真的不在意，哪怕这些人会给你惹来祸患。我是大夫，见到病人就要救治，至于以后要看眼缘。楚林寒也不再说什么，他这样问甘草，他在甘草的生命里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人？
他看了一眼外面，看到屈宁站在屋檐下，没进去和唐嫂他们一起吃饭。甘草想，屈宁的来历可能也不简单。你去吃饭吧，家里不用等着伺候。屈宁还站在那里不动。怎么了？我不该瞒夫人的，我是听说县衙在统计户籍，但凡不能说明来历的都被抓起来，所以才逃到这里。统计户籍？楚林寒在屋里也听到了，潘傲海还是用了这个手段。是，我是逃犯。你先去吃饭，我来处理。谢谢夫人。先去吃饭吧。看着屈宁去和唐嫂他们一起吃饭，甘草转身回到林寒身边。你都听到了？那个潘傲海应该是找我的。我就说嘛，他那么厉害，一个人找你，你是不是更厉害？他有什么好厉害的？还有谁知道吴谢在咱们家？就袁小姐派来的那些人，还有现在家里的人。好，若是来查户籍，让他扮成我，就说我是渭南人。你确定这样行？我带着屈宁离开，躲到山里去。只要家里这边不出问题就行。你给他们都交代一下。行，一会儿我让唐嫂给你准备干粮。楚林寒看着甘草，他还真什么都不问，是觉得他也会离开。甘草吃了早饭就去找吴谢。你是渭南人？姬无谢没有回答。我好歹救了你的命，现在有个小忙需要你帮一下，你倒是给点反应啊。什么忙？扮演几天我男人。姬无谢听得目瞪口呆。他这么说，他男人知道吗？不用问什么，就是我说什么你做什么，你的诊金和药费我就不收了。我总得知道为什么吧。那你告诉我的名字是不是真名，家住哪里，是做什么的，为什么被人伤得这么重？我帮。姬无谢立马答应。这不就行了？一定要搞得那么麻烦，又不是让你做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儿。姬无谢无语，谁让自己欠人家人命呢？回头给你说一下细节。甘草笑眯眯地走了。姬无谢一个人在那里凌乱。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一个村姑那么简单。第二天，甘草也觉得无聊，就去叮嘱吴谢到时候怎么做。唐嫂和唐全也不敢问。关于让那个吴谢假装他们家老爷的事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。这个时候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。田大力立马去开门。你是？奶奶，他是田大力，我雇来的护院。甘草站在屋门口，看到是他奶奶。哦，去你屋里，咱商量一点事儿。村里要统计户籍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李振今天去咱们家说的。这突然统计户籍，指不定是要有什么劳役，朝廷要人了。也不一定，奶奶是怕咱家人要去冲劳役。不是这个，那林寒到底是哪的人啊？家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他那边没有家了，那不如趁着这次统计，把他的户籍落到咱们秋水寨。这个不用吧？你要是不好说，我给他说，以后他的户籍落在这里，你们做什么也方便。我觉得我们就不用操心这种事儿了。你这丫头，天天什么都觉得不用。他到时候要是走了，你连个人都找不到。奶奶，我觉得你说的不对。怎么不对了？朱氏连自己的儿子都找不到，林寒要是真想走，谁有什么办法？我是觉得夫妻过日子要信任对方，要承认对方，而不是想着怎么拿捏对方，那日子过得多累。不是拿捏，就是想你们以后有了孩子，不管做什么都会方便一些。那我提一下，要是他不愿意就算了，也不能因为这样的事儿让我们夫妻之间有嫌隙。行。这几天下雨，楚师傅他们怎么干活？甘草转移了话题。留了几个木匠在那里做事，剩下的都回家了。好事多磨，慢慢来。要是缺钱了就跟我说。你最近又做什么啦？家里总是来很多人。就是和长环的一个大家小姐合作做面糕，他
他来看看。大户人家的小姐眼眸滴转呀，就是100个心眼儿，你可得小心一些。有心也没什么，就是看用在什么地方。反正我就是卖东西给他，价钱不合适了不卖就是。以前指望着你爹能出人头地，你爹不是读书的料。后来就是你3个哥哥，你大哥、二哥肯定是指望不上了。如今就剩你4个，没想过咱们家还要指望你。都是一家人，只要能过好和和睦睦的，哪有谁指望谁。咱们家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你的靠山。他倒真没想过靠谁。柳氏和甘草说了一会儿话就走了。每个村子的户籍统计，县衙都会来人看着。凌家原籍是哪儿啊？说是要在咱们秋水寨落户，要拿了原籍去过户的。渭南也不落户，他生病那段时间录影什么的都丢了，李伯看怎么办？这个要村里面做保，他临时住在咱们村即可。那就辛苦李伯了。那我就帮你跑一跑。你们最近最好在家里，不要到时候找不到人。这次核查的比较严。好。甘草应下。送走了李章，甘草回去给吴谢施针。我封了你的穴道，别人通过脉搏无法察觉到你习武，你只要注意别人试探即可。这么说来，你丈夫也有武功？好奇心害死猫，不该问的事情就不要问。那你就没有什么好奇的事情吗？或者让你开心的事情？我活着很开心啊，种田、采药、给人看病赚钱，这些都是开心的事情。你就甘愿平庸？那要看你怎么定义平庸。若与世人比较，觉世事不公，自然会生出诸多平庸。若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哪怕是晨起去挑水，入木生炊烟，也不会觉得平庸。姬无谢认真地看着甘草，总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。行了，给你说的你都记住，要是出错了，后果很严重。甘草说完就走。这一天快中午的时候，李章带着2个衙役和一个年轻人来。草儿，草儿，来了来了。李伯，怎么了？差爷来你家看落户了。李伯也不通知一下。堂嫂，赶快过来给差爷煮水。不用了，让你夫君出来。当家的。姬无谢穿着林寒的衣服，戴着林寒的围帽，慢慢地从堂屋里出来。季昭言看到出来的人戴着围帽，眼底一抹激动。让他把围帽摘下来。把围帽摘下来，给差爷看看。无谢有些不情愿地摘下围帽，看到姬无谢的容貌，季昭言眼底都是失望。叫什么？凌寒。姓什么？姓凌，名寒。哪里人？渭南。渭南哪里？季昭言逼问。渭南泰安府嗣德县树平镇凌家。甘草心里惊讶，这会不会真知道一个凌家吧？姬无谢的回答，季昭言找不到一点毛病。关键这个人的口音的确不是偿还的。为何到此处？家产纷争，被迫离开。你们家还有几个人啊？我们就买了1个丫鬟。堂嫂。堂嫂慌忙从厨房出来。这是堂嫂自愿卖身到我家的，有生气。他爹堂权是我家雇来的账房，还有一个雇来的护院。可别人说你家不少人呢。我行医，有时候伤得重的人就来我家住几天，来来往往的比较多。好了，做好登记。送走那4个人已经过了饭点，堂嫂去厨房做饭，严三尺他们用了马车，甘草去镇上只好去租于老头的牛车。哎呦，你家不是有马车吗？怎么还来租牛车呀？我想，看来我老头子的牛车香火着呢，好儿都来租啊。为了赚那几个子儿，可别把你家的牛累死。看他带那个人多重。我不坐车。哎呦，那是草一个人坐车，我还想去镇上买点盐，草儿帮我带点回来。对哦，草儿帮我带1斤灯油回来。给我带一些丝线。众人一时间都开始有东西要买了，而且都是嘴上说着，
也不起身给钱。于老头有些看不过去了。我在这里半天也没听你们说急需买东西，这会儿都要买了。你一个赶车的，跟你有什么好说的？蒋氏给了于老头一个白眼。我帮带也行，但是你们去镇上来回要4个大钱，我就收你们3个大钱。买什么东西去哪家买，是不是和人家说好了都写清楚？你们这么多人我也记不住。啊？让你带个东西还要出车钱？不然呢？我是坐车过去的，自然要出车钱。你们又是灯油又是盐，路上还要扶着，不然磕了碰了就洒了，我这就不算钱了。你也太计较了。其实啊，你们要是给我带东西，我也不用去镇上，我这单子都写好了，你们谁去？我给你们3个大钱的路费。众人的表情精彩，他们就是吃定甘草的脸皮薄。都是一个村的，也不用算得这么清楚。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现在算不清楚，回头不知道要怎么被人说。桃儿，车好了。好，还有谁要带东西？这边给一下钱。我买东西的时候会让掌柜的一写好收据，随便你们怎么查。哎呦，我可用不起你，我们穷苦人家走着去镇上就行了。没有人就算了，回头你们林家找人帮忙了，可别说我们不讲情面。不讲情面？秋水寨有一户算一户，谁家修房子我们甘家没有去帮忙？等我们家修房子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一提这件事，不少人不说话了。哼，你们甘家有钱，花钱请人都不请自己村的人。我到底该说你厚颜无耻，还是该说你没皮没脸？甘草看着蒋氏，是我们甘家给你们工钱，你们都不去，这会儿阴阳怪气的干什么？别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。哎，你！田大力往前一步，暴毙看着蒋氏。哼，别以为你找了一个男人我就怕你。田大力，回头去他家，我把债要回来。蒋氏的脸红了又黑，最后低头不说话了。到了镇上，等他买了东西要离开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群人簇拥着马地主过来。甘神医啊，听说你医术无双，我家里有几位病人，还请甘神医去看看。不去。哎，医者父母心，甘神医竟然不救治病患。医者可以说自己医者父母心，但是别人不能用这句话要挟医者，毕竟生而为人，才为医。甘神医为何对我如此芥蒂啊？可能是外形的原因。她们都是女子，不好抛头露面。那我倒是可以先给马老爷看一下。甘草左右看了看，甘神医也不问问我有何不是啊？你要是知道的话，就不找我了。那就有劳甘神医了。甘草还真认真的给他把脉。没事，就是用了无忧葵，对马老爷来说也是有裨益。他嘴上这样说着，心里却是震惊。怎么觉得绝子药在马家又被凑齐了？无忧葵是什么？马勇并不了解。就是女子用来避子的药，男人吃多了同样有用，而且会让男人身体康健。马勇再看不出表情的脸，这会儿也黑得不能再黑，眼睛里是要杀人的光。甘草就安静地看着，看他能掀起什么样的暴风雨。可有解？到了这个年龄，无解。那甘神医可能看出我是什么时候吃的？少说也10几年，而且吃的时间很长。多谢甘神医。老爷，回家。马勇说着转身回家。今天甘草到镇上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打听衙门的人走了没有。听说走了，他就放心了。回到家，甘草就开始捣鼓之前那个孔明灯，等天黑的时候立马给放了起来。甘草，甘草，你给我们出来！赶紧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！甘草，你要给咱们村一个交代。就是，这都冬天了，你让咱们村的村民怎么过？赶紧把地给人家马地主，去赔礼道歉，不然你们林家别想在秋水寨了。草儿，为了咱们秋水寨的百姓，你就去求求马老爷吧。你们的理解不对。
我们怎么不对了？就是，你说你去买13里坝的地干嘛？我看是有钱烧的。这个时候，甘泉带着甘家人跑过来。谁敢欺负我女儿？哎呀，甘泉，不是谁欺负你女儿，马地主要把咱们村周围的山林都给买了，这事儿你也知道吧？这冬天了，没地方砍柴，日子怎么过呀？那和我女儿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啊？人家马地主本来是要买13里坝的滩地的，结果你女儿给抢了，人家是没办法才买了咱们村周围的山林的。什么叫没办法？13里坝的滩地本来就是我先买的，是他从中作梗。你看看，是不是他？让我女儿把话说完。你这什么态度？你们这么多人都围到我女儿家门口了，还想要我什么态度？我女儿只要是正正经经买地，走了关系，不违朝廷法度，那就没错。马地主要买地，那也是马地主的事。你们利用受损，不找马地主理论，反倒来我女儿家闹事，那就是不对。马地主说，因为我孙女买了13里坝的地，她只能来买秋水寨的地，这不是摆明了故意添堵？话不能这么说。那要怎么说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村的人得罪不起马地主，这事儿你们家招惹的，你们家说吧，怎么办？我们家说怎么办？亏你还是秋水寨的李正，村里出事儿了就会把村里的人卖了。今天是卖我们甘家的女儿，明天要卖谁啊？你不用说这么诛心的话，咱们村里的人谁敢得罪马地主啊？众人觉得柳氏说的对，但是觉得李正说的也没错。是没人敢惹马地主，但是就任着马地主随意欺压。你不要给我说这个，你就说说这个冬天咱们村的百姓怎么过。要是冬天冻出个好歹来，回头免不了卖地成了佃户。你家日子过得好，你在村里没地，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？什么叫不管别人的死活？要不是……奶奶，甘草叫住了他奶奶。现在秋水寨的确有这个问题，你们解决不了马地主，就想逼我去解决这件事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马地主真是要为难我，我去求他也没有用呢？你没去，你怎么知道没用啊？那我去了没用，这个责任谁负？甘草看着李章，众人也看着李章。都看着我做什么呀？他去了没用，是他没诚意。那不如这样，李正先去找一下马地主，若是说我道歉可以，我就当着全村的人面对他3跪9叩都行。这谁能给你保证啊？对呀，说白了，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我的诚意问题，是马地主愿不愿意的问题。而李正也无法确定这件事，那找我又有什么意义？那你说怎么办吧？你是我们秋水寨的李正，是我们秋水寨的主心骨，这个时候让一个小丫头说怎么办？你的脸呢？李章的脸很难看，但是他无法应下这件事，或者说他压根儿就不想解决这件事。要不是他惹事儿，也不会有这么多事儿。你一口一个我孙女惹事儿，我孙女是不该保住你孙儿，还是不该救了你儿子？身为一村里正，村里人都敬重你，你却因为一己之私不停地坑村里人。谁不知道一个地主刚开始在一个村子买地，和本村的百姓有冲突，你倒好，直接把冲突引到我孙女身上了。你拿了什么好处？你胡说八道，我什么好处都拿。那你这么巴结马地主干嘛呀？你们看着我干什么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这件事我们甘家会想想办法，总不能让村里人冬天没柴烧啊。你能想什么办法呀？不管什么办法，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冬天总得想办法过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嘞。我看这事儿真和甘草没什么关系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趁着还没立借庄，赶紧多砍一些柴回家。这么一说，不少人也立马离开。我看你们一家人肯定会把秋水寨的日子折腾得越来越穷。他诅咒一般说着离开。不用搭理他。你们该去干嘛去干嘛。
他扭头吩咐杜氏他们：本想着买了李家的宅院，住一个村子，正好有个照应，如今却成了麻烦。你们要是在镇子上住，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。想做事就会遇到麻烦，那人还不活了。你这丫头，为何要去13里坝买地？那里的滩地没水没肥，根本不能种庄稼，你花那冤枉钱干啥呀？我有用，不过这次的事倒是给了我一个提醒。给你提了个醒？说说，你还长能耐了。这段时间咱们甘家的日子在别人眼里是风生水起，可是和村里的人没关系。他们还想有什么关系？奶奶是想让爹当理政吧？他说着看向他爹。你这丫头倒是机灵，你不用担心。我不是担心，只是奶奶要这样做，那我们就必须和村里人有关系，还是好的关系。我们吃肉，总要让别人喝点汤，大家的日子都好了，别人也会念着我们的好。我们是外来户，本来就不容易融入这个村子。只要能赚钱，谁会不愿意？你有让他们赚钱的法子？咱们这后山多黄金，我看也没有什么人挖，回头教他们认识。我打算收村里的黄金，还有吴焕子和南酸枣都可以拿来赚钱。我们周围不是没有换钱的东西，而是没有换钱的门路。你说的对，只是当下马地主若是把周围的山林买了，那这东西就断了。刚才听说借庄还没有立，那就只是打算买。我估计马地主并不打算买咱们村的山林，只是想利用咱们村的人对付。若他真买了，柳氏担心。我去打听打听，不行我给买了，然后再卖给村里人。啊？柳氏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到时候我收那些东西，村民肯定争着挖，没2年就给挖绝了。说是他们知道那些东西值钱，又成了自家的地，就会好好养着。你倒是想得周到，只是一次性买这么多，你有钱吗？钱嘛，慢慢赚就有了。柳氏听他这样说，就是没有了。不行，让你4哥把房子卖了。那倒不至于，我来想办法。奶奶先回去忙吧。柳氏知道甘草要做的事情，他已经帮不上忙了，就带着甘泉离开。甘草坐在院子里想这件事，他真不能赌马地主很纯粹的是想给他添堵，只能等严姐姐他们回来看一下原威那边是什么情况。楚凌寒坐在堂屋里听了他们的对话，他还是觉得把马地主杀了比较简单。夫人，这是我新做的账本。堂叔先收着，家里就那一点钱，我自己掰着指头都知道是少。夫人说了要收药草，也是一笔大开支啊。又是钱。甘草吐了一口气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来想办法。楚凌寒犹豫了许久，还是去找吴谢了。什么事啊？渭南口音，擅长机巧，阡陌宗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需要知道。如果你想帮他，就帮我找到凌家。凌家？你说的是哪个凌家？江湖上只说凌家，那就只有一个凌家。你和凌家？姬无谢觉得不可能。虽然他叫凌寒，可是林家人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只要你找到林家即可。让你失望了，江湖上已经没有凌家的消息了，而且我没有入过江湖。楚凌寒听到姬无谢这样说，也十分失望。本以为无谢可以帮他找林家。你和凌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欠我一个人情。能让凌家欠你人情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觉得呢？楚凌寒头也没回的离开。姬无谢感觉不出来，但是他深深的知道，这样一个人落难了，那么能让他落难的人是更不可思议的存在。甘草并不知道楚凌寒已经试图帮他，还在想短时间怎么能来一笔钱。哎呀，可算是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让我歇会儿。出什么事了？马地主派人到13里坝散播，
你陷害江里镇入狱的消息，现在13里坝的人都闹着要来找你的事儿，你赶紧躲躲。这件事我不是已经说清楚了？你说清楚了，可是架不住马地主会编呀。还有那个宋长丽，但凡是人干的事儿，他是一点都不干。他说你……何氏说到这里，把话咽下去。说你勾引县老爷和县老爷睡了，所以才买了13里坝的地，还让江里镇坐牢。那个宋长丽呢？估计在镇上。13里坝的人还找我的事儿，我先来你这里躲躲。你躲那里不好，躲枪口上。没事儿，只要有你呀，哪我都不怕。他们估计明天就来了，咱们都出去躲躲。不，甘草拒绝得很干脆。随即他就去取药方了。吃过晚饭，甘草一脸讨好地找林寒。直说。林寒觉得甘草这会儿要是有尾巴，尾巴一定摇到天上去。咱们去趟镇上呗。好。甘草以为要商量商量，这答应的也太快了。走。两个人趁夜去五华镇。他们到五华镇，把马车停到杨家，然后去找曲晓。谁啊？哦，甘神医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里面请。宋长丽在哪儿？现在他取代了马哥的位置，招惹不起。你只用告诉我他在哪儿就行。这边。曲晓带着他们就走。老远就听到嬉闹声和恭维声。跟着宋哥就是快活。可不是嘛，那个马县还有婆娘管着，根本不让玩女人。这个女人，哥玩的就跟你们玩啊，有福同享，回头再给卖到篓子里，稳赚不赔。桌子腿那里绑着一个女子，也就12、13岁大。我哥哥不会放过你们的！陶灵儿生气地叫着。我们都是你哥哥，哥哥会心疼你的。楚林寒一脚把屋门给踢开。哼，还没去找你呢，你倒找上门来了。哥几个，今天……甘草一甩袖子，白色的粉末飞出，众人慌忙抬手扇。随即他们开始抓自己的手背，接着是脸和脖子。甘草看到桌子腿那里绑着一个小女孩，直接过去解。你……宋长丽想阻止，结果身上太痒，开始在地上打滚。甘草把人解开，直接掏出一颗药丸，站到后面。哎呀，杀了他们，他们都是坏人！不要动辄就喊打喊杀的，会让别人觉得你是坏人。他们……陶灵儿说不出口。你看他们现在是不是生不如死？楚林寒突然开始担心甘草这育儿方式，以后孩子得长成什么样？哎呦，饶了我们吧！哎呀！是谁指使你们去13里坝说我的坏话的？是马地主。你去和13里坝的村民说清楚，我就给你解药。那……宋长丽不敢了。如果他和13里坝的百姓说清楚，那就是得罪了马地主，他们还指望马地主过活呢。那你就继续养着，也就养3天3夜，没事儿。我们走。我说，那就走。去哪儿啊？13里坝。大姐姐，我觉得你是好人，你会送我回家的吧？我为什么要送你回家？因为你送我回家，我就可以直接给你钱，你也不用担心我欠钱不还。那我不送你回家，你就不欠我钱，我就不用担心你欠钱不还，完美不？这样你就会丧失一个赚大钱的机会。还赚大钱的机会？甘草打量着陶灵儿。那你跟我说你是怎么被他们抓住的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没事儿。我知道大姐姐是好人，但是我不能说。你连自己怎么被他们抓住的都不能说，我怎么相信你？算了，不想说就不说，回头你自己回家吧。那大姐姐能不能收留我一段时间？明天再说。马勇听到13里坝的消息。宋长丽呢？连夜逃走了。
老爷，长环传来的消息，甘草和袁家那位小姐关系匪浅，于大人把钱大富和江正浩都办了，这事情才压下来。一个女子能做什么？那秋水寨的山林，因为13里坝的事，卖秋水寨的山林估计不会那么简单。先放着。是。去通知殷老大。是。殷老大是黑龙寨的老大，也是五华镇一带的山匪头子。从五华镇去长环遇到的劫匪很多都是黑龙寨的。秋水寨的朱广武逃出来之后，就投靠了黑龙寨。二弟，殷毅恼怒地从外面进来。人没找到。吕光之看殷毅那气恼的样子，你说那个小丫头能跑到什么地方去？自然是人多的地方。真是晦气，这些年好不容易有肥肉了，可惜一块都没有吃到。大哥，还是准备干一票大的，换个地方吧。为何呀？我们好不容易积攒下来这样的家业，为何又要换地方？这长环不太平啊，一个两个都出那么高的赏金，肯定不是普通人。我管他是不是普通人，老子只认刀子。大哥，这是何必啊？我们做山匪的刀口舔血，只是为了活着，哪有什么安稳啊？大哥何必在意这点基业？殷毅听吕光之这样说，犹豫了。可还是不舍得呀。这种基业守不住的。你们读书多的人是不是都这么豁达呀？读书2个字好像刺激到了吕光之，让他的眼眸一紧。哎，不说，那就听你的了。甘草起床的时候都快中午了。大姐姐，你这精神倒是挺好，回头我给你准备点干粮，你自己回家。我肯定会走丢的。你就不能肯定点别的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把我送到衢州。我都没有去过衢州。那你刚好可以去一趟。不去。大姐姐，你怎么甘愿把自己困在这么小一方天地里呢？你这小年纪忽悠人倒是一套一套的。甘草兴致勃勃地看着陶灵儿。心若有囚笼，四海为困兽，不是困在这一方天地，就是被困在那一方天地。外面有很多好玩的。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心中存欢喜，什么都好玩。你哪学的？忽悠人这种事情还需要学？若是有固定的套路能学会，那就配不上忽悠二字了。陶灵儿认真地想起来。甘草看陶灵儿那认真的样子，还想套路他，小心自己被忽悠瘸了。老爷带着田大哥出门了，说中午可能不回来了。没说去哪儿？没说。你把你爹请来。唐泉很快就过来。夫人找我。昨天我们晚上去了一趟13里坝，13里坝的问题算是解决了。唐叔这2天去13里坝一趟，辅助姜温家收药草，另外扶持姜温当他们村的里正。啊？唐泉有点懵。接下来的药草和种仙人掌会是13里坝的主要事务。姜温认识药草，知道在哪采药草，他有很大的优势。我们在13里坝有很多地，短工、长工和佃户都会用到。我们在13里坝有很大的话语权，只要唐叔适当的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。好，我下午就去。他们村那个姜长胜想当里正，唐叔要多留意一下。和唐泉说完这些，唐泉就去收拾东西。走，带你看看我这一方天地。一景点而已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行，希望你早点翱翔。甘草说完就走。陶灵儿看着甘草潇洒地离开，她叉腰站在那里，看着甘草的背影，想自己什么时候连一个乡野村妇都忽悠不了。她一路到甘家修房子的地方。你怎么来这里了？你现在是有身子的人，好好在家养着。没事儿，我这一路过来怎么没见村里有人？都忙着砍柴了，担心马地主把周围的山林都买了，他们要给马地主砍柴。奶奶，
咱们偿还的位置有没有比较特殊？比较特殊？你遇到什么事了？没有，就是那个袁小姐吗？好像很厉害，还到偿还来。难道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要说偿还，隶属衢州。衢州是大齐枢纽，是个好地方，治下多经纬之地，也算是要塞。唯独这偿还是个胳肢窝的位置，尤其是到了五华镇一带，周围都是大山。甘草听了恍然，他只是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出现在五华镇。那偿还距离衢州近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和袁小姐聊天总不能什么都不知道。距离的不近，却是挨着衢州，中间没有别的县。奶奶，那你有没有去过衢州？大地方没小地方安稳，小船不要在大浪里行。甘草听他奶奶这样说，是不想继续说这件事。又和他奶奶聊了一会儿，甘草就离开了。就少吃点。甘草一进门就看到陶灵儿在吃酸枣糕。在哪买的？真好吃。自己做的。这个消食吃多了不舒服。甘草想，严三尺他们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是路上出什么事了吧？楚林寒过了午饭的点才回来。田大力果真扛了小山一样的柴禾回来。你还真带田大哥去砍柴了？我想去找砍柴的地方。找到了？深山一点的地方也方便砍柴。可是深山危险。这无妨，到时候组织村民一起相互照应，若是遇到野兽，就顺便打猎。吃过晚饭，甘草给林寒泡上药浴。唐早说赵氏来了。甘草到前面，看到李春来和赵氏都在院子里。春来哥，你们有什么事？你给你嫂子看看。赵氏慌忙挽起袖子，露出手腕。甘草无语了，这让他看什么？不过他还是抬起手给赵氏把脉。咋样啊？喜脉。恭喜嫂子。你嫂子以后要注意什么吗？四哥。甘草算着他四哥也该回来了。李伯。哟，甘伟回来了。说不定明年你们甘家就出一个秀才了。多谢李伯了。说不定四哥这次回来就不去了，在家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的好。甘伟一愣，随即觉得家里可能出大事了。甘草让田大力去喂甘伟骑回来的马，自己带着他四哥去堂屋。家里可是出什么大事了？就上次娘去你那里之后，回头就处处高人一等的样子，又被李大风家蒋氏给骗了，差点把三姐嫁给五华镇李镇的傻子弟弟。这事闹得挺大的，我担心娘在稀里糊涂的把三姐给嫁了，就给了她3两银子，逼着她写了文书，以后三姐的婚嫁她不能过问。那不是挺好吗？可能因为这件事，娘觉得咱们一家子都跟她作对，都跟她不一心，她就又被罗氏哄骗了。提到罗氏，她眼底都是厌恶。前几天我不在家，听说她带着杜家一家住到咱们家新盖的房子里，不然就去告你不孝，让你不能走仕途。所以刚才你是故意让李商听到的？我是这样想的，娘不会真不让你走仕途，只是拿这件事威胁咱家。先前若不是你劝我，我已经不读书了。你看，咱们这样的家庭，还没等到桃子熟呢，就因为桃子打起来了，动辄就要砍桃树。最起码现在还是自家的事，若是以后闹起来，那就麻烦了。甘草是想趁着这个时候让这些人都看清现实，可是他想的简单了，就像他和他大嫂说的一样，有的人的变化只是年龄，一点都不长进。奶奶他们还没有回来，四哥先吃些东西，一会儿奶奶回来了，你跟奶奶说说。好。以前甘家的日子不好，都不会想那么多，如今还真是一个比一个会折腾。罗氏这些天端吃端喝地伺候着杜氏，
妹妹这好皮囊，以前嫁到甘家真是委屈了。婆娘，什么事儿呀？慌慌张张的。杨二爷在呢，你家老四回来了。什么？他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不知道啊，在你们新宅那里收拾院子呢。我看一定是那个草丫头搞的鬼。你们家呀，就她没良心。妹妹不用担心，老四回来了也好，只要老四答应了，这事儿不就成了？万一……杜氏心里没底。怕什么呀？你是他亲娘，他能把你怎么着？妹妹啊，你姓杜，他们姓甘，只有咱们都姓杜的是一条心。他们现在敢这么对你，那以后谁知道会怎么对你啊？要是没有你哥给你撑腰，你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呀？爹娘死得早，我就你这一个妹妹，你要是过得不好，我以后没脸见爹娘。大哥，我……妹妹，你想想以后，咱们都住在一个院子里，那甘家还能给你脸色看啊？你再想想，甘家这日子越来越好了，万一妹夫有个二心，那个小的回来，以后你可怎么办？他不会。这个杜氏很坚定。男人有钱就变坏，你想想以前妹夫把你气得回娘家过没有？现在不过是盖了新房，以后啊，甘伟要是真出息了，他指不定会怎么样呢。罗氏这些天天天给他说男人有钱就抛妻弃子的例子，大部分都是他编的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娘家可是你唯一的靠山，你现在啊就回去给他们说，不让我们住在甘家，那甘伟啊就别想考功名。可是杜氏觉得甘伟还是要考功名的。我和妹妹说了多少遍了，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，甘家肯定不会让甘伟不考功名，我们又能住到甘家为你撑腰。真会这样？那是肯定。罗氏很确定地说。杜氏最近心烦意乱，罗氏给了他一个确定的答案，他觉得这事好像可行。吃了午饭，杜氏就一个人回家了。你说他一个人行吗？看你那没出息的样，行不行我们也没损失，让他们一家闹吧。嘿嘿，还是你厉害。你请的那些人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就是请他们吃饭的钱花完了。又花完了？你是直接吃钱呐？给他们的好处费还不知道去哪找，现在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。他们挨了打，天天大鱼大肉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行，得尽快的住到甘家去，把这个破房子卖了，不然这日子是没法过了。是。杜氏到甘家新宅的时候，甘家人正在商量家里每个地方放什么养什么，他站在门口犹豫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娘。甘云看到他娘在门口。娘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家里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，我打算不读书了。不读书了？你别听他们瞎说，你好好读你的书，家里的事。娘。甘伟打断他娘的话。其实小妹成亲那次，我回来就是打算不读书了，是小妹劝说我好好读书，说一个家庭进一步不容易，要靠一代一代人的积累才能好一点。也许娘认为读书就能出人头地，的确有个功名在身上，就不会任人欺凌。可是这一条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本就是遍布荆棘，一步踏错可能就会累及家人。每年春闱，大齐所有的应举学子之中，能中举的不过是10数到几十数。想我没有经天下之才，能考个秀才已经不容易了。考个秀才也行，你就是考个秀才，咱们家也有个盼头。然后呢，家里不过盖了新房，就有人用我的前程威逼，说我中了秀才，他们还要做什么？杜氏直接愣住了。娘，你生我养我，我没有抱怨你的意思，只是我若是读书人，仁义礼智信，忠孝廉耻勇，
一个不全就会身遭大祸。伟儿说的对啊，咱们种了一辈子地，也教不了孩子什么。他自己有想法，能为自己负责，我很欣慰啊。你欣慰什么？杜氏瞬间吼道：我们一家老小辛辛苦苦省吃俭用，就是为了能让伟儿出人头地。你是为了让你们杜家人飞黄腾达？我没有，我不是。那你是什么？我真的没有，我就是让两家人都过得好一点。我没想不让伟儿考功名。不计较这些了，反正我已经决定好了。都是娘不对，都是娘不好，你回去读书好不好？我不让我哥他们住进来了。娘，甘伟看着他娘，恕孩儿不孝地问一句，舅父他们有什么资格住进来？是娘未出嫁的时候善待过娘，还是我们年幼的时候给过我们一个好脸色？当初三姐在泽庄被那样子苛待，她连个口信都没有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认识一个人，定义一个人，不都是因为他过去做的事情吗？过去不是消失，过去是继续。杜氏有些听不懂甘伟说的这些话。那怎么说都是你大舅。甘伟算是知道草儿为什么绝望到放弃，所以我打算回来好好种地，帮娘照顾大舅。你不能回来，你一定要读书。孩儿不能不孝，看着娘一个人拖着大舅一家人。不是，你大舅他一家和我们住一起就好。我也想天天和他们住在一起。你读你的书，不用管这些。怎么能不管？娘可是我用考功名这件事情威逼爹答应这件事的。杜氏给甘家一个死结，现在甘伟把这个死结丢给了他娘。最后杜氏实在想不通的离开了。晚上曹氏到草堂，拉着甘草把这件事详细的说了一遍。这家里的事看起来谁说谁有理，那就是谁都有理亏的地方。人处的还是心。今天这么一闹，估计娘很快就想明白了。能想明白最好，咱家的日子好了，不能让别人看笑话。两个人正说着，甘云也过来了。草儿，你们姐妹俩，我去伺候奶奶睡觉。三姐有事？也没事儿，就是奶奶说我们明天可以搬过去了，来和你说说话。这么快？这房子只要盖起来，就比以前好太多。那倒是。咱娘……甘云其实也想说说这事。你四哥不会真不读书了吧？人各有志。甘草也没说。甘云不知道怎么说这件事，两个人模棱两可的聊了一会儿，甘云就去睡了。杜家那边有点懵，甘家供了甘伟那么多年，不会真不供了吧？杜伟有些担心，若是甘伟真回来了，他们之前的打算就彻底落空了。我看未必，那甘伟读过书的人，猴精猴精的，估计也只是做给我们看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绷不住了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算空过？罗氏得意，你等着看吧。可是万一……哪有那么多万一？你没见到甘家的宅院比甘家的夫家都大呢。罗氏那叫一个嫉妒。杜氏哪来的好命，竟然能住那样的房子，他的心里很不平衡。听你的。甘家搬走，草堂就冷清下来。这个时候吕光之跑着回来。李家说咱们的秤不对，闹起来了。你是不是……黄金的确是少了3000多斤，但是不是秤的问题，是黄金放的时间长了缩水。怎么闹的？那苗氏和蔡氏撒泼打滚，说林家欺负他们家，还……吕光之有些说不出口的样子。怎么？甘草奇怪。还散发解衣，实在是……走。甘草说着就走。哎呀，你这没良心的丫头可算是来了。你看看，怎么会少这么多啊？既然苗婶觉得少的多了，那就不要买了。你威胁我？卖黄金一事是李家被动，
是李家求着甘草卖的，所以苗氏觉得甘草这就是在威胁他。威胁？甘草笑了一下，买卖一事本就是双方自愿，你们不想卖可以不卖，怎么叫威胁？难道你们想卖还要按照你们的意思卖？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这黄金一下子少了这么多，肯定是你们做了手脚。我还说你家的黄金不新鲜了呢，你看那一个个放的蔫巴的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怎么，苗婶儿自己把东西放蔫巴了，还想让人按新鲜的价格和斤两买？你觉得这可能吗？你们可得了便宜，赚了大钱了，现在在这里说风凉话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当时你们家要收，又不是我们逼着你们收。就是，谁知道你们捞了什么好处了？和一个外乡人合作？哼，如今有人给你们家托底已经不错了。李章听外面议论，在门后面也藏不住了，生气地走了出来。胡闹什么呀？丢人现眼的！这新鲜的东西有个折头是正常的，婆娘不懂，甘草不要和他计较了。甘草看李章这样是找个台阶下。那李伯还卖不卖了？卖。李章咬牙肉疼地说。好，老吕让李伯看着，继续过秤。好。甘家安宅一大早，甘草就带着唐枣和田大力来帮忙。奶奶，我娘是不是不知道今天安宅？知道，我让你二哥去告诉他了，只是你娘会怎么回来就不知道了。娘不会这样在这安宅的大日子来闹吧？甘草觉得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做这样的事。怎么不会？他们赌这大日子，我们甘家为了面子不会让他们太难堪，就像当初朱家以为大喜的日子，我不会硬逼他们一样。那奶奶什么打算？咱们这样的家庭，谁装点太平，谁就要忍气吞声。你四哥都走到这一步了，没有退路。两个人正说着，甘云从外面匆忙地跑了进来。奶奶，你快出去看看吧，娘带着杜家人来了。秋水寨的人都围在那里，不让杜家的人往前走。娘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亲家？谁和你是亲家？你是想让我把当初你们嫁了女儿，还天天上门要钱的事儿说一遍？我们甘家今天安宅，我就不打你了，赶紧滚！你个老玉婆，和谁说话呢？杜富贵说着挽袖子。田大哥。田大力站在杜富贵面前，吓得杜富贵往后退了2步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别以为你个头大我就怕你啊！杜氏，直接说来做什么？不要耽误大家吃饭。杜氏低头不说话。你说呀，在家不是说的好好的，现在怎么不会说了？我哥他们的房子漏风，这冬天又没钱修，就先在咱们家借住几天。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只要杜家人住到了甘家，想让他们走就不可能了。不行。甘泉直接拒绝。我都把妹妹嫁给你了，在你们家住几天怎么了？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呢！一家子想住妹妹家，还这么理直气壮。可不是嘛，当这里人都是傻子呢，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呢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你们是想今天是甘家的大喜日子，不好和你们闹。众人一言一语尽是嘲讽。大家静一静，实在对不住了，我们家的安宅宴闹成这样。婶儿，这是什么话呀？这明明是来我们秋水寨找事儿的。就是几个泼皮，当我们秋水寨的人好欺负吗？这事儿要是发生在我家，不打得他们满地找牙，我跟他姓。多谢大家，不过这是我们甘家的家事儿。众人听柳氏这样说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又觉得甘家做事真是仁至义尽。杜氏，你若是还认这个家，就和你哥嫂划清界限，回来咱们好好过日子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想让我妹妹没有娘家？你们一家人好欺负她。如此说来，你们杜家愿意好好护着杜氏，那是自然。这是我亲妹子，我不护着谁护着？如今罗氏只有把杜氏牢牢抓在手里，才能图谋甘家的东西。听你这样说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有人护着了，也不需要我们甘家了。甘泉，写和离书。所有人都傻眼了，尤其是杜家人和杜氏。娘，你本就是杜家的人，如今觉得甘家和你不一心，回到杜家也应该。你好歹啊嫁到我们甘家一场，若是一直这样闹，反倒是成了仇家，不如好聚好散。我们甘家盖房子借了林家不少钱，房子盖好你也没住，这债务就不分给你了。哎，柳氏叹气，你这是想休了我妹妹？和离，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。你说的好听，那和休了有什么区别呀？你们甘家这是日子好了，嫌我妹妹年纪大了，想把她休了，给你儿子找个年轻的。娘，和离书。有人护着你了，我们就放心了。罗氏夺过和离书，撕得粉碎。想休了我妹妹，门都没有。既然你们不要和离书，那就是休书。放眼整个大齐，有出嫁的女子照顾娘亲双亲的，却没有带着哥嫂侄子住到婆家的。你们杜家想折腾小告官都可以，别总是在这里吓唬我们。你家孙子还要读书呢，要是让别人知道他怂恿他爹休妻，他也别想读书了。我已经辞了书院回来了。你是装的，就是不想让你娘照看娘家，我就不信你真不读书了。母亲，说到底，你还是让他们以我的前途威胁，做出这样的下作的事。我没有，我不是。哎呀，你看你生了个什么东西啊？就看他爹把你给休了。诸位做个见证，这是杜氏的休书，从此我与杜氏恩断义绝。杜氏直接跪在地上，他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就成了这样。你吓谁呢？你敢休妻，我们就去偿还告你儿子。大家进去吃饭吧。秋水寨的人一个个摇头嘲讽，想甘家摊上这叫什么事？这杜氏真被休了，以后还怎么做人？看着甘家人都回家，杜伟想跟着进去，结果被田大力拦在外面。你想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是甘家的亲戚。你妹妹都被休了，你算哪门子亲家？杜氏跪在地上哭成了泪人。罗氏没有扶他的意思，叉腰想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。甘家真能脸都不要了，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娘，爹，咱们咋进去啊？要不咱们……杜伟想说去偿还把甘伟给告了。你就不能声音大点儿？人家把你休了，在里面吃香的喝辣的，你跟着他吃了半辈子苦了，白吃了。杜氏听罗氏这样说，也开始委屈，哭的声音更大。甘草和甘云不用招呼客人，就在门口那里听着。草儿，咱娘事到这个地步了，还能怎么办？甘草在这里就是担心有人会心软。一直到秋水寨的人吃了饭出来，杜氏还在外面哭。他娘，叫什么叫啊，烦着呢。我要吃饭，叫花子不能进门。你说谁叫花子呢？好饭吃的就是叫花子。这个时候甘家又有人结伴出来。哼，还没走呢，还在这里丢人现眼呢。真不知道这杜氏怎么想的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折腾。可不是嘛，她刚嫁到咱们秋水寨那会儿啊，瘦得柴火棍似的。杜家知道她能吃个鸡蛋，都来甘家问她要不是留守护着，她早就被蹉跎死了。做人还是要有良心，不然老天都不放过。
我娘家有个老姑娘，30多，人长得不错。杜氏听那些人这样说，只觉得人走茶凉。这个时候，姬无谢鬼鬼祟祟的过来，看到甘家门口的情况，顿时又八卦起来，小碎步快速的跑到甘草一边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在草堂，那几个人实在是无聊，你快说说这是什么情况？甘草觉得不说不行了，就大致说了一下。我算是发现了，你也太好说话了，什么事儿都不计较。这事儿放我这里，这些人都不在了。咱们不一样，你生来便4亿，而我只能让自己有4亿的能力。什么叫你要有4亿的能力？举个例子，那个时候我身无分文，根本无法离开秋水寨。后来我有了一点银子，但是想做什么还是很难。若不是我有医术，谁都可以把我捏扁搓圆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，只要有足够的时间，我可以给人看病赚钱，可以收药草赚钱，可以做成药赚钱，可以做胭脂水粉赚钱。而和他们计较那些事情，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，不划算。那你也不能被人欺负吧？敢对我动手的人，已经断手断脚了。要不我去废了他们的手脚？不用，自作孽不可活。甘草看了一眼杜家的人，不再关注。一直到天黑的时候，杜家人看甘家是真的不会再搭理他们了，这才离开。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，还不快去做饭？你是想让我们一家人饿死啊？你想干嘛？还想在我家白吃白喝？嫂子，别叫我嫂子，听着就晦气。赶紧去做饭，明天去甘家要东西，要不回来东西你也不用回来。杜氏难以置信地看着罗氏，之前说的那么好听，这突然是怎么了？还不快去！早知道趁你年轻的时候卖个好价钱，现在能做什么？大哥，别叫我大哥，快去呀！一个老废物。杜富贵嫌弃地说：娘，不如我们让他去秋水寨讨饭，我倒要看看他那3个儿子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对呀，罗氏大喜，哟，还是我儿子聪明。杜氏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之前还说要护着他的家人，这会儿是怎么了？到时候只要甘家敢对他好，我们就去骂甘家，怄死他们。大哥大嫂，你说你们会护着我的。杜氏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的。要不是想用你霸占甘家的房子，谁会和你那样说？对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还真以为杜家会养你啊？杜氏如遭雷击地站在那里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还敢吼了？骗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心甘情愿的回来，让我们骗吗？你儿子能不能读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又不姓杜。就是，谁知道你这么没用，甘家没一个听你的，你被休了也是活该。我活该，我活该。哭丧呢！赶紧去做饭。杜家人一个个火冒三丈，把杜氏绑起来打发泄。要不是这个祸害，我们杜家也不会这样。杜富贵拿着鞭子抽杜氏，杜氏头一歪，罗氏试了一下杜氏的鼻息，手猛地缩了回来。没气儿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我。快，我们把他丢到甘家门口去。当即3个人拉着架子车悄悄地出村，把杜氏丢到甘家门口。甘草准备睡觉了，听到外面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草儿，怎么了？快看看你娘！柳氏拉着甘草就走。等甘草看到他娘的时候，也吃了一惊。天黑离开秋水寨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这才多长时间就成这样了？众人看得紧张，一时间也忘了之前杜氏做的事。过了一盏茶的时间，杜氏才长长的吸了一口气。娘，醒了就好，
醒了就好啊。娘，哎，你先别说话，让草儿把你伤口处理好。其实杜氏并不是被打死的，是一口气没